吾乃昆仑山的山神，你我今日有缘，我便赐你透视神眼，让你能看穿石头，找到里面的美玉。这石头会发光，真的是玉！我得到了鉴定宝玉的神眼。这里是昆仑山，老乡说这里遍地都是和田玉，我来了以后才知道，想要从这1万吨石头里找到一块玉，比大海捞针还难。唉，就这破石头。吾乃昆仑山的山神，你我今日有缘，我便赐你透视神眼，让你能看穿石头，找到里面的美玉。这石头会发光，真的是玉！我得到了鉴定宝玉的神眼。这居然是青玉！又是一个青玉，太好了！有了玉脉赐我的一双鉴定玉瞳，这才叫遍地都是和田玉呢。墨玉，可惜磕坏了一块。哎，李默，你真捡到玉了？哦，你这刚来的能挖到什么好玉？就这破石头还坏了个角，哼，也就你啊，没见过好石头才愿意捡这垃圾。你，好了好了，收玉石的商人来了，别吵了，快拿石头去卖。切！这是昆仑山神赐福后，我居然还觉醒了修复玉石的能力，这样一些瑕疵石头也能升值了。哇！你这块墨玉毫无瑕疵，十分难得。这2块青玉不错，这块墨玉我给你3万，这2块青玉一共5万，一共8万。15万。就这些破料子还想卖15万？你疯了吧你？1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那好吧。这阿依古丽姑娘不是矿场领导的女儿吗？什么时候还收料子了？点点吧。你小子运气确实不错，刚来就赚这么多。昨天10万，今天运气也不错，黄玉、唐玉，还有一块翠青玉，这些都是1克大几千的好玉。阿依古丽姑娘吗？我这里可有一批好料子，这回你可要准备好钱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拿车过去找你。我给你发位置。好。李默，滚出来！谁呀？这不是骗我来这挖矿的老乡吗？你们来干嘛？李少爷最近运气不错呀，一天就能挣几万块，老乡们可眼红得很。你还勾搭上矿场领导的女儿，阿依古丽姑娘是你能染指的吗？废物才会眼红，这几万块不知道够你们挖多久了。你就跟你瘸腿的爹一起在病床上躺着吧，上！住手！矿场禁止闹事。阿依古丽姑娘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们来是收拾李默的，你别跟着瞎掺和。你们要是敢在我阿爸的矿场闹事，就等死吧。走。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啊？你惹他们了？他们看我总捡高货，嫉妒我了呗。这是新捡到的石头，你看看。这黄玉跟唐玉都是极品啊！我阿爸最近正好想要一块唐玉呢。这还是全唐的，这青玉的花色也不错，打包100万卖吗？100万，比我当时的估价高1倍啊！成交。小莫啊，爸，你的手术费我已经汇过去了，你不用担心，做了手术一定会好的。儿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前2天采石赚了40万呢，另外我又给你汇过去了10万。爸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我儿子有出息了，你忙去吧啊。
有山神赐福的透视神眼和修复玉石的手，赚钱手到擒来呀！切！马月，你他妈找死啊！马月，你他妈找死啊！不准闹事儿，都是出来挖玉的。挖什么呀？你看他这样，你真以为捡了几块好石头就能一直有好运啊？切！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就赌谁先找到好石头，输的人赔100万。好啊，赌就赌。你一个挖矿新手，你装什么呀？我倒要看看你能找到什么好东西。小莫，你还要给你爸治病，这气性别太大了啊！赶紧好好找找，去吧。这个李默总能找到好东西，难道他真的有好法子？不行，我得跟过去看看。你看什么呀？你找你的呗。这我还找啥啊？大哥，我知道我运气好，你老跟着我，想沾光啊？怎么了？这矿你家建的呀？只许你走，不许我顺路啊？唉，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在前面，你在后面，有什么好东西，也都是我先拿到的，你能捞个毛啊？哼！对呀，闹了半天白费功夫了。切！我去，出货了！出货了！出货了！哈哈哈哈！出货了！我记得我刚看过那一篇，没什么好东西啊。喂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么大一块翠玉石，这要按克数卖，起码50万。果然，这就是一块青石头。我说哥们儿，不是所有的青玉都叫翠青玉的。这么大一块青绿的，怎么可能不是翠青玉？你这个看着像青玉，顶多几百块钱，翠青玉不长这个样。是。这才是翠青玉，还是一整块呢？这才是翠青玉，还是一整块呢？小莫，你怎么了嘛？哎，翠青玉，这块我早就摸过了，真要是有好料子的话，我早就发现了。我去，半斤重的翠青玉，这几千块钱一克，虽然有点瑕疵，但大几十万有了呀！真是翠青玉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有人能淘到这么好的翠青玉？李默，一定是你昨天发现埋在这儿的。哎，愿赌服输啊！各位，他马玉欠了我100万，抓住他，大家1人1万。李默，你这都赚了快200多万了，怎么还准备留在采石场捡石头啊？我正准备做收购石头的生意，等我制备点装备，这2天到周围的矿场看看。行，你这么有眼光，只在采石场当采石工人是有点可惜了。那以后有高货记得卖给我哦。我当然有眼光了，要不然怎么会只把石头卖给你呢？你走吧。哎，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以后啊，有好料子还卖给你。嗯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走吧。几天之内就到手200万。啊，这才像个商人嘛！现在该去采石场收料子了。你们有没有人想卖料子的？新来的，谁敢卖给你呀？就是，谁知道你可靠不可靠啊？老板，看看我这块怎么样？他妈的，拿个鹅卵石找个女的来骗我，真是不自量力。阿爷，您年纪大了，就在家歇歇吧。给您200块钱，您回家歇着吧。以后有好料子记得找我。好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我就不信
他们会不想和我这种人傻钱多的老板做生意。老板，你看看我这块，这块石头居然会散发出这么耀眼的光。昨天弄到的最好的玉石，也就是翠青玉，这一块更漂亮。难不成是唐玉？还这么大一块儿？果然是唐玉，嚯，起码值30万，我必须拿下。老板，你和这块石头有缘分，您识货，这个起码值5000。讲真的，我心里的底价也就是5000块钱，你给我开张了，5000、我收了啊！谢谢老板，老板发大财，老板发大财啊！老板，看看我的！老板，看我这个！老板，你看大家别急，我这个怎么样？你看看我这个，我这个，老板，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。这个料子不太行，我受不了。老板，来看看我的。这个还可以，就是有点小，我收了。给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发大财。老板，看我这块石头。也不知道谁家大人，老人孩子都出来骗人，就10来块的石块也拿出来骗人，哼，演都不演了。小伙子，你这就是块石头，不过我也收了，以后别再听家里大人的话，出来凑热闹了。给，谢谢老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出大货了，有钱娶媳妇了，到时候咱们俩一人一半。行。哎，兄弟啊，你们这看起来成色不错啊，是青玉还是翠青玉啊？个头也不小，卖给我，哥们儿，高的价格有呢。我们这料子好着呢，价钱也不低。可以，我先看看成色，价钱嘛好商量。行，等等，这块料子我们要了。哟，白文礼老板来了，您尽管看。上道。看文礼老板戴着眼镜，以为是个明理的人，可这么一看，真让人大跌眼镜。看咱们这行的没有行规吗？大兄弟，新来的吧？我是新来的商人没错，可是这料子是我先发现的，理应让我先看吧。哼，你这话说的，明明是咱们一起看到的，只是我们哥俩走得慢了点，被你抢先了一步。啊，对了，你在工商局挂牌了吗？啊，你要是没有登记的话，你呀连个新人都算不上，如果被举报了，那可是要罚款的。文礼老板开始耍花招了呀！就算今天被工商局罚款，我也要先看这块料子。小伙子，这块料子可是有点大，价格肯定不低。我们呢是怕你自己吃不下它，过来跟你分担分担。对呀，这么大一块料子不好一口吃得下呀。对嘛，和气生财嘛。老板，您看看各退一步怎么样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要先看料子。行，你看。你说你一个新人有什么好看的？来看，看仔细喽，别打了眼。这块石头只有表皮这一块翠青玉，里面只有一小块青玉，品质很差。要是按个头拿下，不就成冤大头了？怎么样，小老板，有看出啥名堂吗？这群商人虽然想竞争，但是看来也没有坏心，要不要劝一下？哥们儿，这料子你们准备卖多少钱？200万。老板们，这块石头内里可有点花呀，我看除了醉青玉，应该还有青玉啊。您确定不再看看再下手？你唬谁呢？啊，是不是好料子我会看不出来？你看啊，光这表皮上这翠青玉就不少呢。你要是不想买，赶紧滚，别耽误老子做生意。我就提醒到这里，听不听由你。也许真是我看不懂这块料子，我就不参与了。你们来吧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如果待会儿你要是再掺和，那可就是孙子。当然，我向来说话算话。您请吧。虎子，小伙啊，你知道这200万有多重吗？你可不能乱要价。就这个石头，50万我都嫌多。老板，你也看见了，个头这么大，还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呢。我们要200万，也没多要呀。
你们要是觉得200万有点多，那160万。嘿，小伙子，你看你们说这话外行了吧？这玉石它是看品质的，它不是看个头大小的。兄弟，我们哥俩跟你们也有缘分，这样60万怎么样？120万。嘿，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就80万，出不出？不出也可走了。哎，行吧，成交。行，成交。虎子，这80万，咱哥俩一人40万，有问题没？文理啊，咱俩一起都合作多少次了？40万带着呢，就等你说成交了。成，来，我这40万啊。40万拿好了。哎，虎子，你说咱们这块料子，咱是整个给他卖了呢，还是切开卖呢？切开呀！要是出现大的料子，咱后半辈子就不愁了。成，给他切开卖了。哎，刚才那个小老板呢？刚才溜了吧？你管他干嘛？这么好的料子。哎呀，我还想着让他看看咱哥俩发财呢，还跟咱抢料子，自不量力。哎呀，哼，石头不切还可能卖出钱，要是被切开，这几个人就等着赔钱吧。老板，收料子吗？这品相还行，就是小同志啊，你那个证件我还没见过呢，来拿来我看看来。坏了，之前忘记去办证，不知道抢了谁的市场，给我举报了。艾丽主任，我之前的证件丢了，我正准备去找您补新的证件呢。这样，我给您交罚款，您带我去补办新的证件，可以吗？行，走，我带你回去办去。哎。小伙子，下次可不要忘记带证件啊，可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了。好，谢谢主任。爸，你知道我今天……哎，阿姨古丽啊！李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我家古丽，你们认识啊？当然，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，没想到原来是您家的千金啊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主任。以后要是再有麻烦，您就多担待。好好好。谢谢主任。爸，我去送李默啊。我们家古丽还是长大了呀。看不上我，干扰我挣钱，我偏要好好干。等我这几天把买的料子卖了，我要买辆汽车，气死他们。李默，你等等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是想说，你有没有新的料子要卖给我啊？有。这样吧，你要是要去我店里的话，我正好捎你一程。你猜的真准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等我挣钱了，一定要买辆车，总让一个姑娘捎带着，算怎么回事？不想坐我车就算了。我想，我坐。这是块青白玉啊，不过我这里不收廉价的玉石，我这儿只收高货。姑娘喜欢高货，我这儿有的是。明亮，通透，花色也不错，就是个头小了点，出个价吧。姑娘先别急，先把我的货看完再说吧。通透，质量很不错，就是外面杂质有点多了。你昨天刚卖了几十万的料子，怎么今天又有这么多高货？怎么做到的？这是秘密，就看姑娘能不能猜得到了。不过我今天是来做生意的，
姑娘不知道能不能把我这批货全部拿下？你瞧不起我啊？出个价吧。100万。100万？你又瞎叫价，说个最低价吧。那就50万吧，不能再低了。成交。姑娘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几天就赚了几百万，翻身当商人了，而且看起来很可靠，倒是个可以托付的人。看来做生意是比打工赚钱多多了。昨天因为没车被看不起，看来今天得先买辆车，再找个助理。我还要回去看看我爸的情况。老板，您是来修车还是买车？有越野车吗？矿区用啊，里边坐。那边新到2辆二手车，一个5万，一个7万，不知道您能接受哪个价位？有新车卖吗？老板，新车有些贵呀，最少20万起步。哼。啊？先生，我们员工没见过您这样的贵客，您多见谅。我带你看几款好车，请您跟我来。嗯。这是刚刚进来的新车，车牌已经上好了，一共55万，您看可以吗？行，就它了。啊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给你办手续。小莫，小莫，你开的是谁的车呀？小莫，真出息啊你！老板的派头真足，就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呀？现在车是我自己买的，现在啊，在外面做点小生意。刚从电子厂出来，多长时间呀？就换了一辆车，真是厉害。小莫，哎，宇哥，哎呀，我退伍回来听说你去和田了，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够不够兄弟啊？宇哥，你这都退伍多久了？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，我还没怪你呢。这不刚退伍吗？哎，你是回来见李伯父的吧？走走走，一起，走走。爸，你慢点，您慢点。小莫回来了。爸，之前给您寄了那么多钱，您怎么不住医院呀？哎呀，爸不用住院，爸支着拐杖啊也能干活。倒是你在和田还适应吗？爸，你儿现在挣大钱了，等过段时间稳定下来，给您买个大房子，供您享福。哎，看到你好就好。爸呀，喜欢家里的老房子。你放心，爸能照顾好自己。你放心的出去闯。只是这段时间呢，多亏了小雨，为我忙前忙后的。还行，净说这些客气话。我是小莫他哥们儿，他爸就是我爸，孝敬您一样孝敬啊。爸，您的手术费和之前的药钱我早就结清了。我还给您找了一个保姆，让她以后来照顾您的起居。哎，你在外也不容易，花那冤枉钱找啥保姆啊？爸能照顾好自己，您就放心的回去吧。啊，爸，你儿现在出息了，您就不要再操劳了。等过段时间我回去，宇哥你也跟我一起回去，就不用宇哥总来帮我表孝心了。什么？跟你去和田？宇哥，咱俩的事儿一会儿再说。爸，您好好休息，我过段时间再来看你。哎呀，哎，宇哥，我记得你会开车是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退伍回来找到工作了没啊？要是还没找到工作，就跟我干吧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那这样，每个月2万，怎么样？谈成一单生意，还会给你3分提成，愿意吗，宇哥？不是，2万已经够多了，你还给我画什么提成啊？你这刚起步，怎么能在雇人上花销这么大？那就28分。宇哥，再推脱可就不够兄弟了啊！你要是再说，我就去找别人了。哎，行。对了，那我跟着你干什么呢？
可能要委屈我宇哥做我助理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还不太能打，到时候还得做我的保镖。宇哥，行不行啊？行，那就谢谢老板这么大方了，我以后就跟着老板混了。行，答应了是吧？那我测试一下啊，雷雨，到。这家伙还得是你啊！哎呀，宇哥，下面完成第一项工作吧。哎。哎呀，哎呀。忘了给宇哥也置办一身好衣服了。早知道不急着先来矿场收料子了，我自己穿着新衣坐着新车，兄弟却穿得不太体面，影响情谊就算了，还有些影响档次了。收完货就去买。老板，你看我这块石头值多少钱？这么大，我先看看货的质量。好。嚯，最珍贵的黄月，质地也不错。甚至摸着还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个头也不错，内里玉的含量也高，这是个大货。小子，你想出多少钱？老板，虽然我小，但是这石头不常见，10万可以吧？10万可以吧？这小子年纪小，倒是敢要价。浅层的料子没有质量很好的，这块石头虽然很漂亮，但是不值10万。这样。我出1万怎么样？不行吧，老板，你不是说出价高高的吗？这样我们以后不找你了。这样，那我给你提一提，5万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老板人还不错。就是，出手竟然这么大方，好有钱。小伙子，这样我再给你2000块钱，就当是给你的信誉保障，行不行？好，听老板的。宇哥，给钱。哎。5万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2000，祝老板发财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这好料子，我这有好料子，老板，我这看我的石头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先看我的，我这有。老板卖石头，有没有点规矩啊？想看货就排队，有不守规矩的啊，我们老板以后也不会跟你们合作。宇哥说话还是这么威严，让人信服。有人替我这么出头，真好啊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个石头行吗？好，可以，我收了，给钱。哎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看我这一块，这个料子不太行。老板，你看我的。对，哎，老板，哎，这个，这个也不错。哎，谢谢老板。我这不行吗？对，哎，祝老板发财发财。今天到此为止啊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可以。小莫，要不咱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去？宇哥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咱们开头的那块料子够咱们吃的了，走，先去给你置办一身衣服，再把咱们买的料子切开，看看到底有多好。这怎么行啊？衣服我还是买得起的，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哎，怎么？你老板的面子就不是面子吗？老板的面子，老板自己买单。行，走，那就先谢谢老板了，这么大气。走。走，给我出来！来，大家都看一看啊！本地人欺负人了，我这么大块料子，他恶意压价，大家来评评理，怎么收拾他？就是提前商量好压价，就是这明明是商量好的价格，怎么你要反悔啊？你们也没说，你们拿块青玉就来了呀？小妞，你懂个屁！你能看明白吗？就压价压到2000，不如我2000块钱点你一次，怎么样？大家评评理，看看他都拿的什么料子就来这里找事，开个窗质量都这么差，我给他2000都是息事宁人的价钱了。小姑娘，我劝你别不自量力了，等着管理处的人过来收拾你吧。你以为管理处的那帮人都是吃白饭的？走。这次的料子成色不错，不知道阿姨鼓励喜欢不喜欢？哎，小莫，那是谁啊？那是你未来弟妹。哎，小莫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哟，这不是李老板吗？怎么有心情
来这里演英雄救美了。我说小子，上次你暗算我们买料子的事儿还没完呢。我提醒过你们，你们自己蠢，怪谁啊？再说，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当街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你们可真是太有种了。他恶意压价，我们市场价20万的料子，他硬说2000才成交。你这么护着他，就等着市场部管理处把你俩一起收拾了。陈老板还真是好手段啊！那我们就等着管理处来收拾我吧。哎，我说没看出来呀，这李老板还是个怜香惜玉的主啊。要不这样，你给我们20万，我们以后就不找他麻烦了，等于是你买了。你欺人太甚！哎呦，你住手！管理处的来了，管理处的来了啊！这里一直吵吵嚷嚷的，还在大街上，几个当老板的，像话吗？李默，你也别跟着瞎掺和。陈虎，你给我打电话举报有老板扰乱市场秩序，说说看怎么回事？他恶意压价，我们都走了好几家店铺了，都说我们这个石头能卖20万，不知好歹，恶意压价，硬是压到了2000。哎哟，这不是2位老板前2天买的那块废料的一半吗？怎么还没出手啊？主任，你也懂玉石，您来看看这石头是什么材质的？这是一块含有杂质的青玉，外边还包了一块大石头。像这种料子，就算扔在垃圾堆里我都不会捡。就这，你们都敢要20万？古丽小姐，给你们2000块，都算发善心。打发叫花子了。事情搞清楚了。白文礼啊，还有陈虎，你们给阿姨古丽小姐赔罪，找的几位另外监狱石的老板自觉来监管局交罚款，20天内不来的话，吊销营业执照。这不公平啊！就是这不公平。都这样，他怎么还不认错？抓的真狠！我说主任，怎么维护这个小贱蹄子呢？哎呦，这阿姨古丽小姐长得漂亮就是好啊，左手掉了一个年轻的，右手又蹦上一个年长的。哎，我说艾丽主任，我记得你是有家室的呀？啊，艾丽主任，我这就给您的老婆打电话。荒唐！你以为抓住别人的错你就没错了吗？大家来看看啊，艾丽主任包小三儿了！哎呦，蠢货！你难道还没看出来？阿姨古丽姑娘是艾丽主任家的千金吗？阿姨古丽小姐为人低调，不愿借助父亲的光环，也不是让你们当软柿子捏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阿姨古丽小姐，是我们冒犯了您，您饶了我吧。艾丽主任，我们给他道歉，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次吧。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真不知道古丽小姐是您家千金呢。我本想让我家女儿委屈一下，接受你们的赔罪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这样放过你们了。你们跟我去警局蹲15天吧！啊，寻衅滋事得好好治治。带走！不要，主任，不要！李主任，李主任！李默老板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！谢谢你今天为小女出头啊！主任，您没有赞了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欺负阿姨古丽一个小姑娘，古丽也刚好是我的朋友。小伙子，你是好样的啊！哎，你是刚好在附近吗？哎，对了。我是来和古丽小姐交易的。哦，林远，把石头拿过来。哎，给。阿姨古丽姑娘，你看看我的料子，貌似是一块黄玉。黄玉？黄玉这么大块吗？质地细腻，杂质稀少，这重量得有1斤呢。啊！而且从开窗处看，呀，这还是古人所记载的黄眸真梨。哎呦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成色这么好的黄玉啊，质地这么好，没有杂质。李默小子，你真是有福分了呀！多谢叔叔夸奖，
阿依古丽姑娘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想把这块料子切开卖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这料子外表看着很不错，只是不知道内里是什么样的。如果切开之后里面更好的话，肯定价格会卖得更高。不过我只会切些小石头，这样我等会儿让我们切石的师傅来帮你处理一下。看来今天我们家古丽有一笔大生意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你们就先忙着吧。啊，爸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会照顾好我家店的。臭丫头啊！有了石头忘了爹啊！啊！你慢走，慢走啊！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啊，好。哎，买叔，古丽啊，有新老板来卖料子了啊！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李默李老板，他带过来一块好石头，你看。师傅好，我刚得了一块新料子。来，师傅。我想请您沿着这条线切开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李老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平时在外面也帮助其他老板切料。昨天白文李老板来访，他和陈虎老板带了一块大石头，外表看着已成翠青玉，切开一看，里面全是石头，翠青玉就那么一点点。你说这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个白文李可真够不要脸的，就这块石头，他居然想20万卖给我。看来他们也是在买提老板这里闹了一通，害得他现在都不敢切料子了。你确定要开这块石头吗？买提大叔说的也有道理，你这块石头看着就很好，不切开也能卖个好价钱的。老板，要不我先给您开个窗，您先看看怎么样？不用，老板，我敢肯定，这一定是块成色极好的料子。啊！恭喜老板，这么漂亮的黄玉，简直透亮的和琥珀一样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恭喜老板，恭喜老板！买提老板，这算给您包的红包，就算是您帮我切石头的报酬了。哎呀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古丽啊，这个老板再来光顾，你可要告诉我一声。这么好的料子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啊。当然啦，这位可是咱们店的活财神。来，石头拿来我看看。哎呀，哇，李默，你真是厉害，好石头都让你给发现了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种质量的石头随便捡上一块就能发家了。那你觉得这块石头能值多少钱？这石头放在我手里恐怕有点暴殄天物了。啊，这样，我认识一位大老板，他出价比我更高，他要的石头质量也更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吃个饭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真的吗？那可真是太谢谢您了。那你今天帮了我，我现在帮回来给你，就算还你一份人情了。阿依古丽姑娘，你能不能跟李老板说说，让我看看这个石头？我见不到石头，简直没有心情吃饭了。当然了，谢老板，咱们来啊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儿。宇哥，把料子给我。哎。我听阿依古丽姑娘说，你这料子很珍贵，我就专门带了2个箱子装钱过来看你这个好石头。你可不能蒙我呀！这种切开的明料，内里质量这么好，我也很少见，还是非常罕见的黄玉。现在市面上想淘都淘不到。这个色泽也是非常温润漂亮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李老板，你准备开多少钱？1000万。1000万？要把整块料子好好利用，做成镯子和玉佩的话，倒是有可能达到。但是我还赚什么呢？李老板，外面都是商人，你也知道卖出去也要时间成本和手工成本的，能不能降低一点？你也看见了，我的出价已经很实际了。从这里到内地市场那么远，如果在这儿就卖那么贵的话，就没人来这里了。谢老板，那你想出多少？300万。砍价没有这么砍的，300万肯定不行，这是个明料，质量您都看在眼里啊。要是价钱这么低，以后谁还卖啊？宇哥，
收料子。哎，别，李老板，咱们这不是还在谈着呢吗？一切好商量，400万。宇哥，收。哎，450，兄弟，我给你5万小费，你帮我说说话。李默，从这里运到内地市场，距离很远，也是有风险的。出1000万的话，你确实会赔。行，那就各退一步，450万。不过你要记得给我的助理发5万。好，发，谢谢李老板理解。给，你点点。哎，谢老板，你不留下把饭吃了吗？刚得到这么好的宝贝，我哪有心思把宝贝扔到一边，我自己吃饭呢？我得赶紧回去研究怎么切好看。哎，谢老板，您路上慢点。哎，好，以后有好东西尽管跟我联系。哎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谢老板虽然做生意比较精，这人啊平时还挺有意思的。李默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大赚一笔？咱们现在不正在赚钱吗？你见识浅薄了。过2天有一个老峪交流会，里面有很多人啊拿着石头和玉石成品过去售卖，这里面有很多前朝古物，如果我们过去搜刮点好东西，说不定咱们身价都能翻倍呢。我体内的昆仑月脉似乎也在指引我，看来真是个赚钱的好机会。行，那我们说好，我找我助理整合一下资料，你有什么消息了也告诉我一声，我们一起商量着来。好。行，好，谢谢战友啊。怎么样？我有个战友啊，就是和田的，就是干这行的，有点背景，弄来了参会名单。很好，帮我谢谢你战友。哎，小莫，你别光喝水啊！你看看资料，白文礼也参加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怎么对付我们，我们怎么对付他？哎，对了，他想要的竞品是什么？鹅料白玉。宇哥，这次拍卖会还有什么比较好的竞品啊？有个清代和田玉玉牌，是主要竞品之一。我看了资料，感觉不错，是曾经的贡品，但是主办方顾问王老先生的收藏，恐怕拿下有些难度。看起来确实不错，宇哥，麻烦你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玉石的所有资料啊！对了，别忘记关注白万里的行踪。哎，好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别的老板都能进，我们不能进。李默老板，会场开放前夕，我们收到举报，您曾进行过假玉贩卖，此次会场不欢迎你这种人。说谁卖假货的？我让谁进就是谁呗。我身为被举报者，可以给我看看我被举报的材料吗？如果光凭2句毫无根据的话就可以限制我的权利，那满嘴跑火车的人是不是早成亿万富翁了？咦，李默，哎，古丽小姐您好。怎么了？说我们介绍信没有用，还说我们卖假货。邀请函如果没用的话，那本地浴室管理处的推荐信有用吗？艾丽主任的印章应该比那2句废话要有用得多吧？有用的，冒犯阿姨古丽小姐了。以后别招惹我身边人的麻烦。明白了，小姐，快请进。走吧，请进。哎呦，这不错，看着，这个也可以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块碧玉原石看着不错，多少钱？这块料子一直没人喜欢，看你挺有眼缘，5000块。成交，宇哥，拿钱。钱，给。来，看这块。小莫，你要这碧玉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老先生，外面有一位叫李默的先生求见，说是有一些旧事想和您一叙。叙说旧事，这里有道挺新的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老先生，叨扰了，我带了一块碧玉来拜访，不知您是否感兴趣？好，坐。买玉牌就买玉牌，不必要拐弯抹角。这玉牌没遇到有缘人，我是不会出的。是吗？看来老先生跟我一样，也喜欢石头的有缘人。我看我手中的石头倒是和老先生有些许缘分。听闻老先生有些信仰，我找人刻了一枚菩萨的小像赠与您。玉石上的花纹倒是有些意思，想让您仔细瞧瞧。这小样倒是有点意思，只是你觉得如此就能得到我的玉牌吗？您这块玉牌啊，说起来确实有些来头。这漂亮的花纹不是先天的吧？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本地的传说。王老先生，王老先生，您别听他胡扯，我愿意出100万买您的玉牌。住嘴，李默，你继续说。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据说清末有一香客遗落了玉牌于香炉内，被僧侣拾得，供奉在台上寻施主。10年后，这香客再来，再见玉牌，玉牌染上火烧痕迹。僧侣说这是缘分，香客感念其诚，年年来此上香，并将玉牌相传下来。只是后来在战火中，这玉牌不慎流落了。王老先生，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诌，我出100万。吕老板，你能出多少？这件玉牌经过香灰浸染，后面有一条细细的裂痕。我没有白老板那么阔绰，但是我有精湛的修复技术。我出60万，并且半年内再寻找相似料子，给您做一件完全复刻的小像。您觉得怎么样？李老板真会做生意，我愿意一试你的修复技术。生意成不成交，就看你的技术了。老先生，那我先去净手。林远，去帮我取来工具。好。嘿，李默，识相的话就退出竞争，否则你就等着走不出交流会吧。蠢货，我这西服上可是有针孔摄像头。我这双手有修复玉石的能力，但还是要装模作样一下。哎呦！这玉石修复之术如此精湛，来人！把我的玉牌包起来。这是60万。老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我这块玉，看看我这块玉啊，我这块玉价格真不错呀。裴老板，王老板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把握住了。那必须的，这次肯定要硌他一刀。你这么想最好不过。这块玉看着不错。小兄弟，你过来看看我，你看着怎么样？这次真是好运气啊！没想到居然真的在王老先生手底下买过来了，还这么低价。这玩意儿现在转手出去300-400万，都会有收藏家下手吧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！咱家新收的明代玉带钩，玉质精美，历史悠久。现寻找有缘人来看一看啊！又是有缘人，这次会展不会真这么执着卖情怀吧？果然被吸引过来了。
等着当这个冤大头吧。哎，这老板，我见你面相不俗，您来看看我这个明朝的玉带钩，若是与您有缘，就低价卖给您了。来这一套，看来是冲我来的吧？我倒要看看要耍什么花招。这小子真走运。对呀，怎么就挑上他了？看来有些手段。这玉带钩有旧物痕迹，玉石成色看起来也不错，却切切实实是一件赝品。怎么样，老板？我看这玉石与您实在有缘分。30万怎么样？这老板还犹豫什么呀？我看这石头，我50万都买。你不买，我买啊！老板，既然有人想买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别呀，老板，这就是给您的，您出钱我就卖给您。拿一个有做旧酸蚀痕迹的低质玉料来高价卖给我，当然是为我准备的。不清楚。哎，谁派你来的？大爷，您饶了我。我说，是百文李老板设计让您来买石头的，让我在旁边撺掇一下，是他逼我干的呀。宇哥，放开他，去找主办方，把白文礼带过来。请。老板，都是头一回见拿低质料子充当优品的主意。是你出的吗？差点我就上当了。不是，老板，都是那个白文礼。您看，我从没碍过您的眼，念我是初犯，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当然，我从来没为难过别人。不过过几天，你估计也没有生意做了。老板，白老板，你这还是不服？服，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。都是做生意的，也不必太过为难白老板。毕竟啊，大家也还有生意往来的，警告一番便够了。白老板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，若您还继续无视场地纪律，我看这交流会啊，你就不用参加了。是，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，您请便。哎，好。小莫，咱们抓着机会教训他一下吧，让他看着咱们赚钱才是最难受的。哎，兄弟，来，我看这位兄弟有些眼缘，见你眼光不错，我有2件好料，不知道可否商量来看看？又是白文礼找的托，不应该吧？算了，看看也没什么。当然，还希望老板不要嫌弃我的眼光差才是。李老板，您看一下，80万怎么样？这一块是满绿，另外2块分布位置不太好，密度也不高。好在一块满绿也够赚回来了。40万，这几块料子我看过了，其中有一块质地很好，还不错。不过剩下2块玉的位置都很偏哦，是废料。既然你说有一块料子很好，那一块算40万，另外卖给我一个薄面，这几块加起来50万可以吧？成交。好，成交。宇哥，去拿钱。这下也算是捡到大便宜了。这一刀下去，不知道这块满绿要翻多少倍。出了！哇塞！哎呦，满绿的玻璃种，玻璃种！哎呀，这块料子真是不错呀！要是到手，就是一笔大的。不管怎样，都要想办法搞到手。这高货卖一个都得200-300万了吧？是啊，这李老板眼光真是毒了，还不错，真不错这料子。李老板你好啊，请问这块料子300万出不出的啦？出，肯定出。300万是吧？我给您包起来。李老板，您别急呀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块料子我给您出400万，就当咱弟兄们讲和了，怎么样？谁和你这种小人讲和啊？白老板，你还是请回吧。林宇，送白老板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个骗子啊！他卖的都是歪货。对啊，哪有这么神？
看出来玉石造假也就算了，怎么这么快赚300多万呢？糊弄人的吧？是啊，这也太顺利了点吧？林远，去请阿姨鼓励过来，让她带着鉴定师。好。这当然是假货了，这么顺利，见招拆招，这么快就挣300多万呢，对吧？还有这什么老板，肯定也是他请来的群演，是个托，配合他演戏骗大家的。你怎么讲话的啦？哼，白文礼啊，你不能自己挣不到钱，就说别人挣到的钱都是假的。你看看你这副嘴脸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好笑吗？大家都别相信他啊，他整这一出就是为了等会儿卖假货更方便。李默，你要说你卖的这不是假货，你没有造假，你拿出证据啊！你谁说李默没有证据？我带来了鉴定师，咱们现场重新鉴定一下，就知道是真是假。经过鉴定，这块翡翠是真的无疑。白老板，您请自便吧，是您自己滚远点，还是我找人来带你走有话好好说嘛，您这样有些不给面子了。既然给你面子，你不要。宇哥，去请主办方工作人员来吧。好。别，我滚，我自己滚。这些小石头看起来都挺不错呀，这么多小块的玉石，看起来就像星星一样。老板，你这些小石头看起来都挺不错的，你想怎么卖？这都是卖石头留下的小废料，都不值钱。要是开一开，刻一刻，可能还卖得出去。只可惜时间不够，恐怕也卖不出去了。那你想怎么卖？你要不来也没人买，51个卖给你了，一共200多个，你一起收了，给你按1万算了。林远，给钱。来，老板给钱。老板，这石头不错呀，连开几个，黄玉、碧玉、翠玉都有，质量也不错。可惜啊，就是个儿太小了，只能做个吊坠什么的。这李老板真是的，这种个头的石头谁会买呢？李默，我这可找着你了。我做吊坠需要玉料，你知道哪里有吗？哎，对，就是他。哇，李默，你太神了！一共多少？我全收了。老板，你先看看货的质量，我肯定卖给你，不用着急。好，不错，质量还都很不错。这样吧，4000块钱一个，我要了。谢老板，您出的价格有点低了。这些料子虽然小，但质地都算上乘，最少也得6000一个。哎呀，你也知道，做吊坠本来就要挑，这些损耗也大，这质量也不太稳定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出5000块钱一个，怎么样？行，那我就按5000一个卖给您。不过您得把它们一次性全拿走，可以吧，谢老板？没问题吧？行，没问题。这是100万，你点点，这石头都归我了。古烈，我已经算过了，咱们这次一共收益了1500万。哇，这么多呀！李默，你太厉害了。嗨，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这可不是运气，是你的眼光和胆量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这么想？哎，对了，你也出了本金，所以咱俩3期分成，应该给你450万。这里是500万，多的那些就当做你给我帮忙的奖金了。这也太多了，这不太好吧？哎，要不是你，我连交流会的门都进不去。这只是咱们合作这么久的一点小礼物罢了，我们又不是外人。好吧。等这次回去，我就开一家自己的玉石店，名字就叫昆仑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可以啊，我正好知道和田核心商圈有几处房源，当店铺正合适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帮了我这么多忙。谢什么呀？其实……小莫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，宇哥？哦，刚刚王老先生托我带给你。
说是从他收藏里挑出的一块极品阳世玉原石。哇，这块石头可真是珍贵啊！看来咱们就算为了这块石头，也要赶紧把玉石店开起来。宇哥，真是委屈你了，一直忙着收料子卖料子，也没时间看合适的房子。这都快要开店了，也没个家待着，也没回去照顾好我的老爹。没事，小莫，等店开起来了就没那么多担心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帮你开店，你回去啊把李波接过来。等先看好了再说吧。对了，阿依古丽姑娘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开店吗？你想让我跟你一起开店？要是一起开店的话，那岂不是天天都能见面？我想了，你看玉的眼光很好，咱俩一起开店的话，一定能做大做强的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宇哥，我记得你是不是有几个战友退役了，还没找到工作呢？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干。什么？你愿意让他们跟你一块干？咱们的店啊，规模一定不会小，到时候需要几位保镖，而且货品也需要被保护。一个月15000。哎呦，你问问他们。当然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他们。好，那这样咱们分头行动。阿依古丽姑娘，你去联系安利主任办理相关证件。宇哥，你联系你的战友，我呢就负责盯着咱们店的装修，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是我精选的3样性价比高的玉饰品，到时候啊，一定会有人来买的。来走一走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本店新开业，大量珍贵黄玉玉饰品活动价卖出。本店保证玉饰品质量，诚信开业，童叟无欺。欢迎各位父老乡亲前来购买啊！大娘，来，这边。好，来，走。大娘，您看看喜欢哪个？你这镯子是假的吧？这些啊都是高品质的青玉，非常漂亮。你要是喜欢的话呀，可以戴上看看。你好。我跟你说，您看里面杂质很少。青玉这个料子本身也很实惠，有性价比。您这个年纪戴上对身体好，还低调奢华，您可以考虑一下。很好，我就要一个吧。你这店长很有东西啊，眼光毒辣。不错。给你这个东西不错啊。这个不错。您过来看看这个。要去先生您看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买这个。是看着真不错，来试一试吧。 2000块，挺好的。您看这个品质啊，真的特别好。还有这个呢，这个镯子呀，特别适合你。那，给你钱。欢迎下次光临啊！下次再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今天的流水已经达到35万了。哦呦，这么多呀！你笑什么呀？看不起我见钱眼开的样子啊？走，兄弟们，我请你们去吃饭，不带阿姨鼓励。哎，行，走。昆仑玉脉与我的融合加深了，我能感知到玉石市场鹅料白玉稀缺，这种玉的价值一定会上涨。接下来的1个月内，多囤鹅料白玉肯定能赚钱。林墨，你怎么了？经过市场预测，将来1个月鹅料白玉的市场缺口很大，但是咱们为了开店，现金流已经不多了，鹅料成本很高，如果要进货的话，就要抵押一些资产来囤货了。我相信你的预测，你的预测一向都很准，而且咱们经营店铺向来靠的也不只是诚信，还有抓住机会。多亏了你在我身边，不然我都没有下定决心的勇气。走，吃饭去。走。给我看一下，真不错，我也要买。看这个太好了，看着真不错。这个不错，这李默开的店生意居然这么好，都把我们客人抢走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治治他。老板，这个呢？哎，先生，来看一看，咱们这是正宗的好料子。确实不错，非常好，而且价格还非常实惠，您都可以看看。怎么了？咱不是说好了要在昆仑园买一块什么玉吗？你不知道，旁边的陈老板
还有几个联排的店都推出了昆仑园同款，价格便宜得多。走走走。哎，看来果然是别的店在刻意针对了。怎么了，宇哥？哥几个刚刚调查过了，另外几个店联合压价，客人全跑那边去了。李默，那咱们要不要也降价呀？别急，我有办法让客人回流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本店玉石免费鉴定，不是我们家店的也可以免费看，您看一下。老板，你这里真的管免费鉴定吗？当然。啊，这是我家的祖传镯子，我去找别家都不给看，给专家看了，人家都说是乳化玻璃。这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我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吗？这个镯子看起来年代够久远的了，但是看光泽很漂亮，是和田玉。历史溯源说这是一个清代镯子，在现在市面上确实值得不少钱。阿姨啊，您这个呀是清代的和田玉，现在至少价值20万。哇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老板！我去找了多少专家都不承认我玉是真的，我家里一代代传下来，我妈妈亲自给我戴到手上的，会是假的吗？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老板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老板，看看我的，看看我的，哎，老板，看看我的，看看我的。谁知道那老婆子是不是托呢？这昆仑园卖东西贵的哟，没人买了就整这一出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不是跟着陈虎老板看的小张吗？哼，怎么有空来这儿了？你管我爱上哪里就上哪里。宇哥，放开他。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做生意要各凭本事，别净耍些小花招。呸！来，继续吧，帮我鉴定一下，老板，帮我鉴定一下。你们猜，咱们进的鹅料白玉卖了多少钱？50万、80万，都不对，200万。咱们投进去的钱，整整翻了2番啊！哇，可以啊！来，弟兄们，给你们发奖金，1人2万。不是，小莫，这不合适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拿这钱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这玉是你们帮忙搬的，送是你们帮忙护送的，你不要，弟兄们还要呢，是不是啊？行吧，拿钱。这，来，那你们剩下的资金还够吗？放心吧，兄弟，我这点钱还是有的。李默老板，我的呢？那当然是老板跟着钱一起送给大股东啊！带头不学好你。这店啊，是咱们2个合伙开的，所以这钱理应1人1半。刚给弟兄们发的钱算我自己的，剩下100万你拿走。啊？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应该的。等咱们进的白玉卖完，我去找人设计玉雕，有设计感的饰品啊更有价值，这样咱们就能赚的更多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回家一趟。小李回来了，叔叔一切都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小莫回来了，那边怎么样？都好啊，爸，我在和田开了家玉石店，赚的也不少呢。看你样子是混出来了，这次怎么想起来回来看看您老爹？爸，我回来呀，是想和您商量一下，您要不要和我回和田？哎呀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想留在这里守着这个家和你妈。我现在腿治好了，也能照顾好自己了。没事儿，咱们是商量的嘛。既然您不想去，那我也不拦着你。不过这段时间您得跟着我回和田住一阵子，我要把这老房子呀翻新一下，这样您住着也方便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这房子住着不方便不说，这房子也早该修了，您就跟我住一段时间吧。伯父，想不想看儿媳妇啊？儿媳妇？你说李默在那儿耍他女朋友了？听说那边的女娃娃呀，水灵得很呐。儿媳妇水灵得很呐。爸，你别听宇哥胡说。你别说了，我跟你去和田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爸，一会儿啊，到了阿姨鼓励店里啊，您可别嘴上没个把门了。好，不为难你心上那个女娃娃。怎么你也跟着添乱，宇哥？
哎，没事没事。那咱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李叔叔，古丽，我早就听李默说你要来，我给你准备了水果，我再去给您泡杯茶。哎，不用，喝过了，不渴。哎，这石头是……哦，这个石头啊，这是昆仑山老矿脉出来的石头，是和田玉。您看，这里面还带着云纹絮。你别看这石头它外表丑，我爹说了，这个丑石头里啊，才能出好玉石。头一次看见姑娘家看石头眼神这么亲，看样子倒是个好性子的丫头。你个臭小子，藏这么好的姑娘也不告诉爹，该打！哎，阿姨鼓励姑娘，你别听这小老头胡说，我一会儿就让宇哥把他送回去。哎，宇哥，你赶紧把他送回去。嘿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我看你这是有了媳妇忘了爹。哎呀，哎，叔叔，我们不是那种……伯父，咱现在看完这个店了，咱去李默家里收拾收拾，怎么样？啊，好。哎，不准欺负我儿媳妇啊！哎，爹，走走。老板，您可算回来了。这2天咱们的生意啊，又被白文里老板抢光了。什么？你先去吧。刚刚你回来得及，还没来得及和你说，白文里现在已经不收石头了，他现在做玉石批发，进了一批玉料，然后再低价卖出去，比之前他们联合压价的价格还低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白文里还有多少花招要耍。哎，先来看看不同的店卖的玉石品质也都不一样的。你好，这是您在别家买的玉石吗？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卖那么低啊！原来卖的是合成玉。纹路这么生硬，肯定是假的。这白文里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卖给顾客这种东西啊！我们得想办法弄一块他们的玉石过来，他们这样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哎，阿姨鼓励姑娘，你能不能去你阿爸那儿申请一个玉石科普展，教顾客辨别玉石，这样咱们就方便多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各位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，就为了一件事，别再花些冤枉钱买那些不值钱的假玉石。大家看，这是正宗的和田玉，天然形成，每一块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大家再瞧瞧这个，这是合成玉石，是树脂加上颜料勾兑出来的，纹路呆板，而且里面还有均匀的气泡，在太阳下面看就更假了。你们看，用紫光灯一照，还能看出里面的荧光。哎呦，还真是啊，看着就是这样啊。哎，还真是长知识了呢。顾烈，你去给大家看看。大家瞧瞧，哎呀，真玉石的纹路都是自然生成的，漂亮的很。还是真的好啊！再瞧瞧这假玉石的花纹，就像画的一样。太假了，这。你别说，要不是这样一比，还真是看不出来。哎，假科普，骗真钱了啊！让开！大家都不要上这小子的当，他们就是觉得我家店玉石物美价廉，嫉妒了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！哼！大家都看看，到底是谁造假啊？就这么一喷，一个能多挣好几千呢。反正掉色都是半年以后的事了，到时候找到我又能怎么办？假的，你这个合成的，大骗子，卖良心啊你！真是卖良心！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是大家不要在意他了，来，都来我这儿看看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鉴定物品了。小伙子，你给我瞅瞅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大爷，这是秀玉，年份挺久了，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不过你保存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，别沾到化学试剂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
你这个玉挺好的，不过这玉呀，就跟人的皮肤一样，你得好好养着。如果洗澡的时候肥皂那些东西碰到上面，会伤到它皮肤的。平时多用软布擦一擦，这玉呀就越养越滋润了。这次科普展的作用真大呀，咱们店的声誉大大提高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人上赶着来买玉石的。哎呀，李默，你真厉害！小莫，阿姨鼓励姑娘，我跟你们说，白老板的摊位现在被人围堵了，好多顾客要求索赔呢。他这半年卖假货获利得超过100万了，居然这么多啊！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呀，执照被吊销了，还要罚款，估计还要入狱呢。意料之中，像他这种奸商，做什么都不会长久的。做生意啊，最重要的还是守规矩、讲诚信。太好了，昆仑玉脉与我融合更深了，我对玉石结构更了解了。就算是设计玉雕也不在话下，店里玉石来源很稳定，市场也不错，就缺少好的玉雕品来卖。这块羊脂玉价值不菲，手感细腻。买卖了这么多玉石，因为觉得它的意义非凡，这一块我始终没有出手。现在我拥有了玉雕设计的能力和雕刻的技能，这家店一定会越开越好的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。多亏了阿姨鼓励姑娘支持我走到现在，这第一件事就是我亲手做玉镯送给她的礼物。还不行。这半个月你一有空就钻在操作间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李博都对你不满意了。没什么。哎，你别捡，小心伤到手。这是……我学会玉石雕刻与设计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你说过你喜欢缠枝莲，它连绵不断，就像我们的缘分。我以前总是觉得我获得鉴别玉石的能力可以更好的赚钱，但我遇到你之后，我才明白能看清应该珍惜的人的能力。阿姨鼓励我，别说了，我喜欢你。小莫，咱们购入的黄玉啊！哎呦，你们在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宇哥，你怎么老坏我好事啊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正经了？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我真有事找你。咱们就一直干着卖原石的生意啊。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儿。这半个月我学会了玉石雕刻，咱们可以推出独特设计的饰品卖出去，还可以接一些定制，这样的话盈利肯定会更多的。哎呦，好小子，有出息！当然，我构思了一下咱们初步要设计的产品效果图，就是要拜托宇哥帮忙找找可靠的雕刻师傅，赶制一批，3天后咱们就要上新。行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现在白文礼已经进去了，估计是陈虎在派人监视咱们。这设计图一定要收好，记得让雕刻师签下保密协议。现在设计版权在我们手里，谁抄咱们就告谁。好。我当时有些着急，就把图纸放桌子上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他们看见了。需不需要重新绘图制作呀？没事的，宇哥，他就是大概看了一眼图像，就算他是专业的，看图也只能看出来一点皮毛，不用管他，我们继续干我们的。图纸啊，就先交给弟妹保管，我还有别的任务交给你。过2天产品推出，咱们的活动最好办大一点，最好找一个像上次一样广场这种人流量大的地方，这样买的人会更多。
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昆仑园生肖发布会现在开始。好。玉石是很有灵性的，我们每天贴身佩戴会和它产生不解的缘分，所以玉石的雕刻就至关重要。每一处落笔和图案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我们这次的设计聚焦于生肖和民族，将两者生动地融合在一起，让每一个不同生肖、不同民族的人都能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块玉石。我要一个，我要。这些就是我们这次的新品。不只有生肖和民族，有些吊坠啊，还融合了对应民族的代表植物，让每一个吊坠都寓意着不同的情节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。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上来看看这里有没有独属于你自己的故事？我，大叔，您来。我想要这个生肖兔。您挑的是生肖兔吊坠，您从里面看出您的故事了吗？我属兔子，我爱人是维吾尔族人。早年他还在世的时候，说兔子是胆小的动物。大叔，您看，在维吾尔族的传说里，兔子是月亮的守护神，所以一点都不胆小。恭喜大叔获得生肖兔吊坠一枚。多少钱？什么时候开始卖？什么时候开始卖啊？多少钱呀？什么时候开始卖？到底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什么时候开始卖？大家安静。基础款999元，比同行同品质生肖玉饰品低3成，整套买的话仅需9999元。我要，我要一个，我要一个！排队，大家想什么？排队啊！大家排队。我要一个生肖龙的。啊，累了。今天线上和线下一共卖出去200多件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预定有1000多件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下能卖这么多。喂，你好，李法官，我这里有相应时间的设计手稿，明确标注了双生生肖的核心创意是我们的，他们属于恶意侵权。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有。我们还有视频证明他的手下来过我们店铺，偷看我们的草稿，请法官为我们做主。我要起诉陈记玉器老板，我要求陈虎立即停止销售生肖吊坠，公开道歉，还要给我们赔偿20万损失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尽快处理。好的，谢谢。唉。这不陈老板吗？这招牌怎么拆了呀？老子就是碰见你以后才开始烂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人的一切结果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咱们走。李默，真的要去西安开分店吗？咱们生肖系列得走出新疆，西安是最好的起点。每一个生肖都承载着一段故事。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那你说西安人会喜欢咱们这个吊坠吗？你看这龙鳞的纹路，是从喀纳斯湖边的老传说里来的。西安人或许不懂玉，但是他们懂故事。你说的真好，那咱们去西安要不要带点吃的回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听说西安那里的回民街烤包子比和田的都要好吃。这和田的河是流动的，西安的城墙是凝固的，这也太有意思了。这是我爸当年在昆仑山给我捡的好料子，你说我把它刻成什么？哎，你看，这像不像2条缠绕的龙？那等新店开业，我就亲自雕刻出来，把它做成2只手镯，一只给你，一只……哎呀，谁要你的手镯了？那你就先帮我保管好，可不要把我的手镯弄丢了。什
谁要帮你保管？我爸给我留下这块石头，是让我送给未来爱人的。等店开起来了，可以请你做我的老板娘吗？嗯。李默，你放我下来！答应我了，就是我的人了。来，您请。哎，好，恭喜恭喜！您里边请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欢迎欢迎。哎，前辈，您来了，您能来啊？这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啊！真是后生可畏呀！就这么几年，就在西安开上分店了，小伙子真了不起啊！宇哥，哎呦，阿爸，您来了啊！李老板，我来给你送开业礼物了。哎，您可真是太客气了，您能来啊，我都已经很意外了。小伙子，你自己揭开吧。哎，宇哥，哎，哇，哎呀，我阿爸写字啊，是这一片出了名的好。艾丽主任的字真是名不虚传啊！笔锋里既有昆仑山的硬朗，又包含着和田河的温润。李老板真是有大福气的人啊！品牌立起来了，更要守好真字。艾丽主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遵循您的教导。哎，你可别忘了啊！之前说要去我家坐坐，也不知道爽约了多久。我本来是想连锁店开起来之后再去的，可谁能想到那手续有点麻烦。阿爸，等今天品牌注册仪式开完，我们就去。啊，好好好。古丽啊，你说艾丽叔叔会接受我吗？平时面对什么大事，也没见你紧张成这样。放心吧，我爸呀，他很喜欢你。走吧。艾丽叔叔。哎呦，终于不叫主任了啊！快进来吧，别站着了。哎。哎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好小子呀！嗨，陈虎那小子可不是个省事的，你毫不犹豫就把他给告了。他抄了我们的设计，还想用劣质玉石糊弄人。这么办，你不怕他在背后使办法？他的背景可是不简单啊！我怕，但是我更怕砸了咱们新疆玉石的招牌。叔叔，您看，这是玉石背部的设计图，都是按照哈萨克族的图腾改的。您说过，好石头得有根。哎，好，这背面的裂纹很像我年轻时候的猎刀啊！阿爸，这是他花了3个通宵做的，说一定要让您看出他的心意。哦，喝水。哎。这是我奶奶传下来的，她那时候总说呀，生肖不只是属相，也是人和时间的缘分。对了，西安的店不好开吧？啊，是，执照有点麻烦，执照办得有些慢，物流也有点问题。哎，之前还答应了毛局长要参加玉雕大赛，现在估计有点无暇顾及了。哦，我认识王局长，是个实诚的人，明天我带你去见见他。你认识他，对你有好处。哎，不过别忘了，别人帮是情分，自己立住脚才是本事啊！叔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店开成咱们新疆人的招牌。古丽啊，去把我珍藏的酒拿出来，我要跟我女婿好好喝2杯。坐。哎，老王啊，这位是昆仑园的老板，想在西安开个分店，遇到点麻烦，想请你出山帮帮忙啊。不只是老板吧，艾丽，我可听说啊，这是你家还未入门的金龟婿呢。老王，可别在年轻人面前耍坏啊！你就说帮不帮吧。李默，李老板是吗？
是，我妈也去过你的科普展哦，回来之后可兴奋好一阵呐。只打过电话，没想到真人这么年轻，后生可畏呀。谢谢王爵，王爵谬赞了。执照的事情，我让人加急办。物流的话，等会儿我打电话。要是谁敢卡你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之前跟你打过电话，玉雕大赛的事，你得参加，给新疆人争个脸。小莫，坏了！和田这边刚发货，货物被扣留在中转站了，说是涉嫌违规运输。问清楚为什么扣留了吗？问了，仓库的兄弟说，陈虎家里有些势力，可能是之前咱们告他，他身后的人买通了几个站点，说咱们的货物来路不明，硬是扣着不放。宇哥，辛苦你在那儿再看看有什么办法，我这边也去干涉一下，看看怎么放货物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上次把陈虎告了，他还没老实，他找他背后的人把咱们的货物扣在路上了。那要不先推迟2天？不行，请帖都发出去了，王局长和艾丽叔叔都会来，不能让陈虎得逞，看咱们的笑话，一定要给他们治服气了。哎，李老板，对不起了，你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为什么？可以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吗？李老板，不是我不想做，是已经有人打过招呼了，说接你的货风险太高了。我可以加钱。你看，我的所有手续都很齐全，没有什么风险的。那陈老板的人都发话了，谁敢帮你啊，以后就别想在物流圈混了。我那边有点事儿，你们自便。怎么办？首批50件生肖吊坠是开业重头戏，少了他们，展柜就要空一半了。哎，要不咱找王局长试试？我本来不想麻烦别人的，但现在看来有些没办法了。王局长，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喂，是物流监管处吗？昆仑园的玉石运输手续齐全合规，为什么被扣下来了？立刻协调绿色通道，正规商家的合法运输，谁刁难也没用。王局长，实在是太谢谢您能帮我们发话了。看你是个好后生，帮你也是积累福分。你的物流运输现在由公司负责吗？暂时还没有人敢接我们的货。我给你推荐个丝路物流，背景是国企，他们刚开通玉石专线，以后跟他们合作，没有人敢动你。这是他们经理的电话，提我的名字，半个小时之内绝对把事情给你办妥帖了。实在是太谢谢您了，王局长。小莫，你看。真不错，这玉石项链。一会儿卸完，我请大家在这边吃饭，发开业奖金，1人5000。好，那我就知道你能搞定的。不是我能搞定，是我们能搞定。你藏什么呢？玉雕节组委会今天早上打电话说1等奖的奖牌已经到了。咱们自己看看就行了，别摆出来招摇了。你看，这最佳创意奖的评语，让生肖会讲故事，还是艾丽叔说的对啊，玉里面得有灵魂，要是过度消费它的情节的话，就没有那股味道了。摆在那边吧。小莫，刚才有客户说在玉雕节官网看咱们的虎吊坠很喜欢，特地绕道过来买同款，这不还带个摄影老师，说要给咱们拍那个玉雕金奖的专题呢。哎呀，你过来，你跟他们说一声，
让他们拍吊坠就行，别拍我。就说设计师还在忙着设计新花样呢。那个老师，咱们先去拍吊坠。哎，林墨，这不是你当初参赛的时候试雕的吗？你当时总说兔子耳朵的弧度好像不太对。那天你用铅笔在上面画了一条线，说这兔子耳朵的弧度应该像哈萨克族姑娘的辫子弧度一样，果然就对了。这奖啊，应该分你一半。听说金奖落到你小子头上了哟，小两口亲热着呢。我说李默，你小子喜欢鼓励这姑娘，早点结呀！艾丽那老小子天天在家急着抱外孙，急得抓耳挠腮的。啊，王局长，您来了。这不听说你得奖了吗？给你买套好工具，别整天闷着头干活。下周有个行业交流会，去露露脸。对，王叔说的对，正好呀，把我们这些新做的玉石拿去给西安人好好瞧瞧。好。小莫，哎，这就是你不够意思了啊！你这得了1等奖，也不知道跟哥几个说说。就是啊，这不得请大家吃顿饭庆祝一下？嗨，可真是把你们几个嘴给养刁了啊！什么都想庆祝一下。走，那咱们就庆祝一下去。行，那走。恭喜我们的节目嘉宾李默，是现场唯一一个能够揭露玉石赝品的嘉宾。恭喜他依靠扎实的鉴定实力，成功获得比赛的冠军。据悉，李默先生不但是一位老成的鉴宝人，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玉雕设计师。李默先生名下的昆仑园品牌是我们本地的，甚至全国数一数二的玉石品牌。这小莫总真是厉害，这么年轻就这么能干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种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准备一下行李，过几天啊，小莫接我去他的旗舰店周年庆。请问李默先生，您的品牌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名，并且占据大量市场，有什么好的经验传授吗？请问您怎么阻断市面上的仿品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能接受多余的采访，稍后会安排采访时间。宇哥，那咱们先往这边请。走。爸，您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小莫，真给你爹长脸。古丽啊，什么时候挑个好日子把你们两个事定了？别再说忙了，你们现在事业都做了这么大了，无论如何也该定下来了。这是我和你妈早年攒的，不多，留着你们结婚用。哎呀，爸，结婚的事儿我已经在安排了，您不用操心了。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古丽啊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跟着小莫忙前忙后这么多年，他以后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揍他。叔叔，李默他对我很好。小莫，外面记者还在外面等着呢，你就赶紧去吧，正事要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忙去。这才是踏实的家。这么晚了，你带我来店里做什么呀？把眼睛闭上。你先别睁眼。你猜这是什么？这是你新剪的玉料吗？不对，这是咱们第一次合作切的那块羊脂玉的边角料。睁眼吧。这块玉当时你说我雕得太死板，我一直留着。做戒指的时候取了料子，我找了3个老师，才将金边镶进去，就像我们2个一点一点把对方牵进自己的生命里。阿尼古丽，看，3年前
找了个姑娘，叫我认识玉石，我有点喜欢她。2年前，她陪我开店，我想和她在一起。1年前，她陪我打拼出连锁店，我想娶她。今年，我终于攒够了勇气，阿姨古丽，嫁给我吧！古丽，我没有搞太大的场面。这些年，我们最好的场面都藏在了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里。昆仑园是我们与玉石的缘分，也是我和你缘分的结晶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在这里和你求婚。这个戒指是你第一次戴缠枝莲的时候量的，是专门为你做的。傻小子，有重点，快！阿依古丽，你愿意带着这枚藏着我们所有日子的戒指，陪我走完剩下的一生吗？我愿意。